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外孙，他的母亲曾是李世民挚爱的大女儿，但他作为一族之王，却不得不与唐朝打了半辈子。2019年10月，甘肃省武威市正在抢救性发掘一座大型土玉魂王墓。当棺椁打开，人们惊讶地发现，里面躺着一位身穿华丽唐服，头上却戴着诡异面具的男人。整座古墓中充满了各式各样异域风情的陪葬品，一个装满唐朝半壁江山的漆盒，还有那尘封了1000年的白葡萄酒。本期视频眼见古今将带大家揭开这位沉睡1000年亡国王子的传奇一生。踏山村，甘肃省武威市天柱县祁连镇祁连山下的一个小村庄。2019年9月25日，当地国土部门在一处山岗上整理土地，挖掘机挖土时，突然挖出许多砖块与碎石，仔细一看，砖是青砖，地面已经被挖开一个大洞，大洞的下面竟然是一个墓穴。工作人员连忙停止挖掘，将情况上报。文物管理部门立即派出专家赶到现场，进实地勘查。根据木砖还有墓葬的形制，专家初步推测，墓葬是一座唐代的砖石墓。在已挖开的洞口，拿手电朝洞里一照，只见里面的陪葬品堆积如山。这应该是一座没有被盗挖过的墓葬。墓葬的位置在岔山村北边的山顶，东西南3面都有山环绕，高度达2700米。在这样的位置建造结构复杂、费工费时砖石墓，意味着墓葬的主人身份一定很特殊。而暴露在手电光下的随葬品数量如此之多，也意味着墓葬主人的身份不俗。由于墓室上方已被挖出大洞，而且肉眼可见地陪葬品非常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柱藏族自治县相关部门，邀请全国范围的专家立即研究制定保护性发掘的方案，准备发掘工作。10月4日，考古队在现场正式开启发掘。考古队先清理了封土，接着开始清理墓道。封门砖拿掉后，墓门出现在人们眼中。墓门的体量很大，镶着鎏金的铜炮钉，就连上面的铜锁都是鎏金的。有意思的是，墓道入口上方画着一个建筑物门的壁画，那个门和真实的墓门长得一模一样，给人的感觉就是肃穆中又透着几分诡异。墓道之中文物众多，清理工作量巨大。木构件、墨绘砖块、调色石、木精气干，对比中原地区的唐墓，考古工作人员发现墓葬显露出许多诡异的不同之处。墓道中发现了马和羊的遗骨，都是整只用来殉葬的。而在靠近墓门的地方，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壁龛。古代唐墓中出现壁龛是常见的形制。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这2个壁龛内装满了各种彩绘陶，木质仪仗俑群，虽然埋在泥土中，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琳琅满目。彩陶俑在壁龛的泥土中，很多胳膊、腿都已经断掉，四肢分离、头身分离的情况较为严重。经过统计，数量达70多件组。考古工作人员对陪葬品一一分类、拍照、清理泥土时，依稀可辨的是，陶俑身上的彩绘身着唐朝服装。经过现场的初步处理，这些珍贵的文物被紧急送往文物修复单位进行拼接修复。随着随葬品一件件清理出土，考古工作人员发现，这些陪葬品不仅数量惊人，样式精美稀有，还风格混杂，有的是典型的中原风格，有的则是充满了异域情调。这一切无疑印证着墓葬主人身份的高贵。不过，考古工作人员心中也不免泛起疑惑，祁连山地区在唐朝时期属于边疆，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何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可以将墓葬建在山顶之上？明确墓葬主人身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墓志。清理甬道时，工作人员在甬道的正中发现了墓志。眼前的墓志石
是青石质地，方形，拂去石上的尘土，石上雕刻的篆书显现出来。经过专家辨识，是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的字样。墓葬的主人来自慕容家族。有人开玩笑，难道金庸先生的小说中慕容复真有其人？难道这是慕容复的墓葬吗？仔细观察墓志，发现墓志由盖至2部分组成，上层是呈方形的盖，下面应该才是记载完整的墓志铭。这上下2层之间竟然还隔着一层薄薄的丝绸。考虑到提取丝绸的复杂性，考古专家没有现场揭开石盖去解读墓志，而是将墓志送往实验室解读。不过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让考古专家得以初步判断墓葬的主人是慕容家族中的一员。大周应该是武则天在位时期的年号，而慕容是姓氏自不必说。历史上慕容家族是吐谷浑政权的统治家族，这也可以解释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为何呈现出高规格。不过墓葬主人到底是慕容家族的哪一位，暂时还无法知道。而挖掘清理工作还在继续。在墓葬的前室，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镇墓俑。这些镇墓俑个头很大，表情栩栩如生，有辟邪镇妖的作用。终于来到墓室时，工作人员对墓室进行了3维扫描和拍照。眼前的墓室大致呈方形，四周会有壁画，不过大多已脱落。墓室顶部呈穹隆顶，顶部壁画比较完整，依稀可见星辰、银河，应该是一幅天象图。东壁的壁画画着一只3足乌，西壁会有月、桂树和捣药的玉兔，根据位置和形象来判断，应该分别代表日、月。这是典型的唐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特征。墓室分为2个部分，西侧有一个棺床，上面放着棺椁，棺椁上盖着一块丝织品样的布。紧靠棺椁依次摆放有马鞍、剑符、铁甲胄，还有2个大型漆木盘。而在木棺的东侧，同样堆满了各种陪葬品，有木床榻、彩绘陶、骑马俑、仪仗对等。棺椁是头向北，尾朝南安放的。最让考古专家的兴奋的是，棺椁上的这块丝织品样的布，在考古上这叫荒帷。荒帷是覆盖于墙柳之上的丝麻织品，有装饰棺材的作用。早先秦时期的史籍《周礼仪礼》《礼记》上都有对荒帷的记载。仔细观察会发现，荒帷上面有大象和植物的图样，图案设计手法典雅又略带写实风格的夸张。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荒帷保存得非常完整。作为丝织品，能在墓葬中保留1000年之久，其价值的珍贵无法估量。由于年代久远，荒帷十分脆弱，而且不宜在已经打开的墓穴的环境中久留，所以想要万无一失地提取荒帷成了一项挑战。专家和考古队最终确定方案，通过在墓穴坑中架设一具由上而下的钢架，成功地将荒帷提取出来。同样出于保护文物的原因，棺木将被整体打包，送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在那里进行开棺和研究工作。实验室中，眼前的棺木弧形棺顶盖由7块长木条板拼接而成，这是一个箱式棺，平面呈梯形，由左右侧板、前后档板、底板和盖板组成。开棺之前已经通过内窥镜对内部进行过探视。揭开棺盖，工作人员发现下面还有一层封板，映入考古人员眼帘是一块绘有银河、星宿图的丝织品，从棺头绷到了棺尾。透过丝织品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只金碗，直径大约5厘米，静静地躺在那里，分外耀眼。棺内壁东西两侧有一块丝织品挂在棺壁上，用墨绘着龙、虎的图案。漫长的探寻与提取终于结束，此刻专家们开始真正打开棺木。映入人们眼前的是一具盖着丝织品的古尸，
古尸仰面躺着，头部完整的露出，头颈枕在一个鸡鸣枕上，头发梳成发髻，还戴着帽子，帽子的上面插着金钗，而下巴上套了个黄金的托。最让众人感到惊讶的是，头骨的脸部蒙着一块丝织的覆面，这个面罩一样的东西使得人们无法看到古尸脸部的真容。而这个丝织面罩的出现显然迥异于中原服装的画风，应该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抵御风沙所用。在现场的丝织品考古专家的指导下，古尸身上最外层那件丝织品被成功提取，其实这就是一条丝织的小被子，而被子下赫然可见古尸穿着唐朝官服。仔细检测，这具古尸身上穿的衣服可真不少，足足有14层，全是各种丝绸做的。而后续的保护、修复和研究使人们发现，衣服的丝绸种类非常多，包括绢、旗、绫、锦、罗、纱，还有缂丝等各种类型，上面绣着团花、狮子、一马、鹿、凤凰、麒麟等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些衣服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有加血、扎染、刺绣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唐朝丝绸衣服，在国内外都极其罕见。古尸近身的随葬品也有很多，需要专注而细心的提取。有吃饭用的盘子、碗、碟子、筷子、勺子、酒壶，有写字用的笔、墨、纸、砚，还有梳妆用的盒子、镜子、粉盒、发簪、梳子，还有风格满满的匕首、豹皮剑带、贴金的小弓囊等武器装备。果然，这是一个不负众望、货真价实，从关内关外都宝藏丰富的墓葬。而古尸检测显示，墓葬主人的年龄为中年男性。唐朝官服的出现可能会令有些人觉得奇怪，墓志上那几个大字，不是说墓主是慕容家族的人吗？如果丝织覆面可以理解为这是少数民族风格的服饰，那为何作为吐玉魂的贵族下葬会穿上唐朝的朝服？实验室中，专家们正在研究墓志铭。墓志铭的楷书正文一共有20行，刻有392字，时代明确，内容丰富，告诉人们墓葬的主人正是吐玉魂国王慕容诺河波的第3子慕容志，他的母亲正是唐朝的红化公主。而这也对墓葬主人身为吐玉魂王族男性下葬却身着唐朝朝服的问题做了回答。吐玉魂最初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始祖为慕容吐玉魂。西晋末年约307至313年，慕容吐玉魂因与弟弟不和，率部西迁，定居于阴山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南北朝时期，吐玉魂开始崛起，成为河西走廊的重要势力。吐玉魂的儿子吐延继位后，迅速扩张部族的版图。当时的北到西陵、甘松，也就是今天的青海西宁一带，和临夏东南之甘松岭一带；西到白兰，也就是今天的青海巴龙河流域布兰山一带；南到昂城，也就是今天的阿坝、龙河、今天的松潘一带。如此广阔区域都成为来吐玉魂的领土。吐延被赐身王后，他的儿子叶延速保白兰，以祖父吐玉魂的名字为族名和国号，正式建立国家，并继续扩张势力范围。青海大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等地都成为其掌管范围。时间来到唐代，强盛的吐玉魂夹在日渐强大起来的吐蕃与唐朝之间，不断受到压制。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在新可汗慕容诺河波的带领下，吐玉魂归顺了大唐。贞观14年，也就是公元640年，李世民将红化公主以和亲的方式嫁给了诺河波，成为吐玉魂王后。墓葬主人慕容志生于永徽元年，也就649年，出生在吐玉魂王城福司城。龙朔3年，也就是663年，吐玉魂被吐蕃所灭，诺河波与红化公主被迫迁到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地区。
慕容志随父母一同迁徙，在武威生活一段时间后，又与父母部族移居今天宁夏的吴中。大约14岁那年，慕容志离开父母前往长安，入仕宫廷，成为唐朝宫廷的侍卫，担任禁卫军职，被封为守左御前卫大将军。因出身高贵且尽忠职守，慕容志以智勇双全望崇边庭，而在他自己的部族也享有崇高地位，被称为喜王。慕容志691年因病去世，终年42岁。他的人生经历被记录在墓志铭中，墓志铭上记录着他准确去世的日期：天寿2年3月2日薨。红化公主的墓葬早在于清同治年间，在武威市凉州区南营乡就被偶然发现。墓葬被盗严重，但留下了墓志铭。她是唐朝周边少数民族首领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回长安省亲的公主。从慕容志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她的母亲是大唐的公主，自幼受大唐文化影响，而且她还被唐朝封为将军，所以去世的时候，作为吐谷浑的王子，身穿唐朝朝服下葬，并不奇怪。而且那时的吐谷浑正受到唐朝的扶持和保护。搞清楚慕容志的身份并不复杂，而研究墓志时，专家们却有意外的发现。墓志的左侧面竖着刻有2行文字，大约36字，暂无法识读。经过众多专家会诊，明确了这2行文字并不是汉字，而是吐谷浑人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出的文字。这一发现可谓墓葬出土的珍奇宝藏之外的无价之宝。它提供了当时的吐谷浑文化和中原文化在交融上受汉化影响产生演变的实证。其实这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在这位吐谷浑王子的下葬方式、出土文物等方面随处可见。除了吐谷浑文字的发现，墓志还首次提到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铭文原文将慕容志下葬的地方描述为大可汗陵范畴。这一说法使得考古专家们意识到，这个修建在山顶的墓葬属于一个王族墓葬群系统，它的选址、形制、规模、建造是有依据的，而非作为孤立、很任性的选建在山顶。在信奉风水学的古人眼中，中国西北地区的祁连山和昆仑山是中华大地的龙脉，而慕容志墓葬选址的独特性正是吐谷浑王族墓葬牛岗僻壤、马列开坟、地聚龙堆的选址特征的体现，表现出中原文化风水观念和吐谷浑文化交融影响的特点。202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祁连镇滨沟河、大水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竟然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整整有23座。同时对新发现的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不过墓室被盗挖严重，供出文物远远没有慕容志的墓葬丰富。慕容志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经过前期发掘及后期确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终认定该墓为唐武周时期吐谷浑王族成员喜王慕容志墓。在整个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它也是迄今国内发掘的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下葬时间最早的。正是因为墓葬主人的王族身份，而且没有被盗，使得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堪称巨量。而在众多的随葬品中，如丝织品、文房用品、壁画等方面，可以看到吐谷浑在归附唐朝后，文化上迅速汉化，逐渐融入中原体系鲜活的特征。同时在墓葬中也保留了很多吐谷浑的本民族习俗，如殉葬整马、整羊，墓室内随葬弓、葫芦、铁甲胄、马具等成套作战装备，墓主人的丝绸覆面的面具等，则展现出与中原葬俗的不同。眼前的镇墓兽，镇墓兽雕刻生动，彩绘鲜艳，
是人面兽身的拼接木雕，散发着异域风情。脸部是人的模样，眼睛瞪圆圆的，睫毛外翻，鼻子宽大，嘴唇很厚，脸上长满了络腮胡，看起来很是凶猛。全身都画了彩色的图案，上身挺直，胸部肌肉很发达，边缘贴了金箔，里面画了卷草花纹。肚子收得很紧，身上和肚子上都用黑赭色颜料画了虎皮花纹。后腿粗壮，蹲着，后脚是蹄子形状，坐在一个云朵形状的底座上。它的造型和装饰风格既有中原唐墓的传统，又保留了吐谷浑的文化特色。而这件风貌俑也是墓葬中一件很有异域风情的陪葬品，它出自仪仗俑群，造型精美，细节丰富。风帽是当时吐谷浑地区常见的服饰元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能起到防风、防寒、防沙的作用。这种帽子在游牧民族中非常流行。而这套马具坠饰由4个鎏金银坠饰构成，记录了草原上一场狮子捕猎的生动场景。每个坠饰刻画了正在捕猎狮子的不同瞬间，仿佛是一套连环动画，工艺极为精湛和奇妙，展现出对动物与自然的深刻观察。狮子其实也并非吐谷浑本土的动物，虽然吐谷浑的疆域一度非常广阔，狮子图案可能源自中亚、西亚的萨珊波斯文化，这种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吐谷浑地区。此外，狮子在吐蕃文化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象征着王权和尊贵。它的形象的出现，为研究吐谷浑与外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线索。而大象纹荒围的出现，则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相关。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大象等外来文化元素频繁出现在唐人的生活中。吐谷浑正好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其文化受到中原、西域和吐蕃的多重影响，所以细品这项纹图案就会发现，它同样不是凭空而来之物。而这件发现于棺床上的小团颗连珠对阳纹荒围同样十分精美，底色驼黄，周围环绕着大小相同的圆珠，珠圈内是相对的大角有一双羊，羊首对视，姿态雄健灵活。这种纹样融合了萨珊波斯的连珠纹和中原的卷草纹，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图案样式在中西亚织锦中属十分常见。值得一提的还有墓葬中出土的铁甲胄，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唐代的铁甲胄实物。铁甲胄是在墓室内发现的鱼弓、葫芦等成套武器装备一同出土，不仅构成随葬品的异域风情，也让人们能够想象墓葬主人作为将军的雄姿。不过这铁甲胄真的很重，结构上分为身甲与甲群，作为实战的短甲，由2000多片铁片组成，重达100余斤，穿在身上打仗需要一点功夫。甲胄的编排方式为顺编，可让刀剑攻击顺势而下，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甲片编缀工艺复杂，用到麻绳、丝带和皮条，其中纵帘是用丝带，包边用皮条缝制。丝带的颜色丰富，有紫色、蓝色、黄色等，与中原地区常用的红色、黑色丝带不同，体现出吐谷浑独特的审美文化。由于墓葬土壤盐度高，甲片出土时矿化情况严重，专家们借助 X 射线，才能把甲片的完整外轮廓以及孔眼分布情况看清楚。出土后的甲胄锈蚀速度加快，专家们制定了提取和保护同时进行方案，对每片甲片都进行脱盐和封护处理。这套铁甲胄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甲胄实物的空白，也成为研究唐代军事装备的重要实物资料。不仅是铁甲胄，由于随葬品数量很多，整个的发掘和修复中，专家和工作人员采用很多办法及先进设备，对随葬品进行保护性发掘和修复。墓葬中共出土的漆木器类文物62组，395件，工艺精湛，
种类繁多，有彩绘天王俑、镇墓兽、武士俑、男女士俑，而还带帷帐的床榻、门、胡床、马鞍、朱雀、玄武、羽人、凤鸟、漆盘、碗等，也使都部分使用了传统的修漆手法。出土的金属类文物有43件，套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陶制彩绘文物则共106件，其中有彩绘的罐、盆、人俑、骑马俑及狗、羊、鸡等家畜家禽俑。而出土纺织品尤为引人注目，种类也极为丰富，共129件，包括衣物、荒帷、香囊等，组织结构包括罗、绢、锦等多种。接取的壁画达26幅，已修复完成的有门楼图和月亮图和太阳图、银河星辰图的背面。喜王慕容之墓的发现是考古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墓葬不仅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文物，更通过这些文物生动地展现了吐谷浑王族在归唐后的文化转型与身份认同。从华丽的荒帷到精美的镇墓兽，从鎏金马坠是到从大唐朝服到独特的墓葬结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吐谷浑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印记，诉说着一个古老王国在历史洪流中的起伏。吐谷浑这个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王国，虽然早已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它的文化却通过这些文物的发现得以延续。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本期视频就讲完了，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互动，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